老板花2万挖了一个鱼塘，放了1000块钱的鱼苗，吃打工了1年回来，这养的鱼应该长大了，就准备钓2条778，谁知道钓了一上午，1条鱼都没有钓到，心想着会不会是鱼被别人搞走了，所以就打电话喊我挖机过来给他放水。放完之后发现真的是鱼塘里面1条鱼都没有。很多小伙伴肯定很奇怪，为什么不抽水要用挖机来放？是因为原先的老排水管有渗漏的现象，这次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顺便把老排水管换上新的，但是没想到啊，不知道哪个砍脑壳的把鱼全部都搞走了，1条都不留。你怎么的留个1-2条，心里面也好受一些。下雨天又是搞网又是搞这搞那的，一身搞得湿透了，身上还全是泥巴，最后水放完了还1条都没有看见，是你去不去？本来老板只打算把这老排水管换了，小搞一下，现在老板决定玩把大的，把整个鱼塘四周的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，鱼塘里面的泥巴也一并清了，堤坝重新修整一下，打上混凝土，再安装一个监控，插一个牌子，谁要是再来搞他的鱼，一目了然。下面我们就开始挖机实战解说，把堤坝上面的杂草树枝全部清理干净之后，再开到旁边这块荒地里面来，在最外面用土做一条挡泥墙，防止堆放泥巴的时候流到下面的稻田里面去。然后我们再把挖的排水沟清理平整，配合老板把排水管放下去。这种黑色的橡胶水管非常的结实，你使劲的拍都没有事，完全都不可能破。我们在肥填排水口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全部给它填满，前面堆起来，然后把这后面的口子留着，这样我们清理泥巴的时候就不用把挖机臂举太高，大大节约了工作时间。挖的泥巴就往这口子里面灌，直接就流到了旁边的荒地里面去。这些工作全部搞完，我们就可以开到鱼塘里面去，从这边上把四周的杂草全部清理干净，清理到鱼塘最里面，我们就从里面把泥巴全部给它转到外面来。把里面的泥巴全部转过来，连同的水和泥巴全部给它舀出去，就直接顺着这个沟流到了旁边的荒地里面去，并且它自然而然的还流平了。因为这个鱼塘新挖不久，泥巴不是很多，很快鱼塘里面的泥巴就清理得干干净净了。这挡泥墙的高度挖的也是刚刚好，鱼塘里面清理完也是刚好装满。现在我们就从这一边开到鱼塘里面去，把鱼塘里面垮掉的坡修一修，补一补。这里的土为什么重新挖开，也是一个很气人的事，等下我们再说。我们先去把里面修整了。我们一边把里面垮掉的坡修一修，补一补，这上面顺便能够堆点泥巴的就堆一点，堆了之后老板跟我说就不要搞平了，防止别人在这里面钓鱼。我一圈搞过来，老板跟我说这角落里面漏水，问我怎么办。我先是给它挖出硬底，然后用炕上削下来的干土和鱼塘里面不干不湿的泥巴这么一拌，增加它的密度，这样就能大大降低了漏水的概率。为什么不说100%呢？因为有些土质的原因，你不管怎么拍怎么压，它该漏还是漏。土是包不住水的，它该渗透就渗透。原漏仿肥，塘底扫一扫，里面的坡烫一烫，搞漂亮。我们就来到了刚开始下去的地方。为什么这旁边的土要给它全部挖开？因为这些土本身不是鱼塘里面的，是因为上面一户人家挖屋场建房子，土没有地方去，就直接甩到他的鱼塘里面，所以挖开之后再重新反复的碾压，一层一层的皱起来，给它拍紧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，这样就不容易被雨水冲垮，又重新流到鱼塘里面变成泥巴。鱼塘里面四周和塘底全部搞完，最后我们再精修堤坝。堤坝上堆泥巴用的口子，我们先把泥巴清理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再给它一层一层的皱起来。堤坝的坡该修的修，该补的补，一定要给它搞得平平整整，漂漂亮亮。堤坝里面的坡梳平，搞出形状，因为土还比较湿润，拍的时候粘斗子，先让它在一旁晾一晾。我们先把堤坝外面给它修整一下，同样的收一收，拍一拍，烫一烫，搞漂亮。
OK， 效果非常的棒。堤坝里面的坡也是同样的操作，拍一拍，烫一烫，只是要比外边要更加的细致。我也是看到了好多小伙伴的评论，你搞这么光滑是干嘛？因为一般堤坝打混凝土都是10公分，如果说你不把堤坝整好，这个地方凸一点，那个地方凹一点，打出来的混凝土就可能这里只有3公分，那里有10几公分，这样不管是整体的坚固度和防水都差很多。所以在修堤坝坡的时候，我都会多耗费一点时间，这样也是为了让打完混凝土之后的效果要好。上面拍完还要把下面削出硬底子，因为打混凝土坡底下必须还要打一个30公分厚的防滑墩，这样打出来的混凝土就不会因为压力下沉而开裂。堤坝底下留的这一堆土也是为了打完防滑墩之后留着保土用的，把防滑墩给护住，这样就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。上面还需要挖一个冒石的位置，打完混凝土坡上面再盖一个帽，这样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不会从混凝土与土之间的缝隙流进去，把混凝土坡给洗垮。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把堤坝上面压一压，弄平整。今天这个鱼塘我们就给老板修整完毕了，搞完看一下最后的效果。前后对比的变化，深了大概有1米多，鱼塘四周也清理干净了，到时候监控一安，无所遁形，就很棒。